今天是一个适合冲浪的好日子啊，海面不是很平静啊，但是绝对适合玩冲浪啊。这个潮起潮落的，温度也还可以，不是很冷。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只想随便闲聊一下啊。那么有些网友问了一些问题呢，我也想回答一下啊。有些网友他问了一个西班牙最新的啊，他说外国人买房，要100%的税啊。这个是不是就指以后我们外国人啊在西班牙买房？是不是要就是价格贵1倍啊？那么这种又是被中介拿去炒作的恐慌性的这种题目是吧？其实它这个法案呢，是不是欧盟居民？就是如果你有欧盟的那个合法的居留，对吧？你就是居民了，那它是不算在这个里面的啊。就如果说你不是欧盟的居民，但你又是个外国人，比如你住在日本，你是日本人，但是你在西班牙买房，对吧？那他就要为你收这样的一个100%的税。这个是规避就是大家来投机炒作啊，炒房的。那如果你是欧盟居民，那当然你这个房子买了是自己居住用的，对吧？所以这个不会对你造成任何的影响啊，这个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么有些小伙伴他就一直很关心啊，他说梁哥你在国外这些年啊，他说你那个一直靠什么为生啊，是吧？看你好像也没有工作啊。其实我那个在疫情就是新冠这些年啊，我就一直没有工作了，到现在有几年了，差不多有6、7年了吧，还有5、6年啊。新冠是19年啊，6年了差不多啊。这个当中当然一开始其实是比较痛苦的啊，因为就是你一开始你有一个固定的年收入是吧？然后你慢慢的变成了没有收入啊，然后你脑子里面什么样的这种感觉都有的，对吧？一开始你比如说你是脑海一片空白，你就想后面一个个时间下来怎么办，是吧？所以我当时呢，我主要呢，因为我原来是做摄影的嘛，我就想了很多关于摄影的一方面的这种方向啊。首先就是去一些网站上找一些摄影的这种工作啊，就是做那种接单嘛，做兼职，对吧？还有呢，就是我过去拍的很多摄影的这个作品啊，那么我把它那个放到就是有版权的购买的这种图片网站上，就出售自己的图片版权嘛，对吧？就人家下载一次，你可以获得多少收益啊？那还有呢，就是会做一些投资理财。那实在不行，当然家里面也会给一点小支持，对吧？这个也实话实说，对吧？这个也没什么丢人的啊。虽然我有时候想想看，自己年龄也不小了，是吧？有时候还是会考虑向家里面支持啊。但是，想想怎么说呢？就有时候你也没办法，对吧？你只能向现实低头啊。那么我今天就想讲一讲这个理财的一部分吧，因为实话说，我一开始去投资理财的话，我基本都是亏钱的啊，这个是事实。那我去录这个视频呢，我也想就是不是说去告诉你要
理财或者说要去投资什么的啊，不是一个建议你去投资的这个建议，只是呢，就是从这个几年，我慢慢的就领悟出了一些道理啊，应该来说就是人生的一些道理吧，我觉得值得啊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那首先我觉得呢，就是你一定要存钱。其实我过去的收入是很高的啊，我觉得现在看看是很高的啊。那我过去收入一年差不多要超过就是100万人民币左右啊，就是在我摄影最忙的那个阶段，持续了好几年。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不太懂理财啊。主要我觉得这个呢和我家庭教育有那么一点关系，因为我父母，怎么说，他们不是很会，就是教我去理财，他们就是因为以前他们很忙嘛，所以他们更多的时间觉得，不能陪伴你，对吧？他们就给你一点钱，给你一点那个零花钱，或者说。就是他不会去考虑给你去一件事情，跟你细细的去讲很多的道理他就是反正这个事情不是 A 就是 B 他不会跟你细细讲这个道理的。像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母亲她也给我开过一个银行账户很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还是农村什么合作信用社，我记得那还是在上海那时候那他就给你里面放了1000块钱他就告诉你，他说你要去理财，但怎么理财他没有告诉我后来我好像就那时候还是有存折连卡都没有的，我后来就跟同学就出去就吃喝打游戏，其实就花掉了就请客什么的。那一直到我觉得其实完全有这种理财的意识呢，也是我就是这些年就是我真的完全的出国了，在海外了就彻底因为离他们很远了嘛，所以没有什么办法再去考虑，就你觉得这个人生这条路你要自己去走完，是吧？就再怎么样你一定要自己去走完。所以呢，我就考虑存款这个事情了就比如说我一些存款，一些仅有的钱，我会去考虑精打细算，怎么样去合理的运用。这个我觉得是你投资理财的第一步，这个是最重要的。就你一定要有一些存款你不要说就是你现在的情况有多刻苦有多艰难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存款，哪怕你就几顿饭不吃我觉得你也要省一点钱下来，如果你考虑投资理财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过去那些年呢，我很多次我不管是做那个黄金外汇什么 CFD 还有我炒股什么的过去很多年我都是亏损的，但只有这几年我是持续盈利的。我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是我年龄一天比一天成长了，我心智成熟了，还是因为这里环境比较好，就是我不是在一个非常浮躁的地方，我心能静得下来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但是我总的想了一想呢，我觉得是一个呢，就是我确实我去储蓄了，我有一定的存款，所以呢我每次去追求的这个投资的回报呢就没有那么的着急我不像过去，虽然那个时候我手里有很多钱，但是可能我今天就花50万我去买了一个什么股票什么东西的，就一下子全是买进了，我也不管它，反正赚不赚钱亏不亏损是吧，反正我到了后面没有了，就反正后面又把钱赚上来了，我再去考虑投资，就那种我好像就永远没有一个很长期的规划长期的计划那
这个呢是我觉得啊，还是讲来讲去还是在讲这个存钱是吧？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储蓄啊，这是第一点。而且呢，就是现金啊，就储蓄这个东西，它真的给你带来很多的机会。就你一定要有现金在手上，这样你才能决定在很多时机啊，你要不要去出手。就比如那个，我之前录了一些，就中国的 A 股啊，或者是这次的黄金，还有那个什么天然气，对吧？就是那个彭博天然气啊，这些我都投资了，还有日元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我当时是看跌的，对吧？这些我都投资了，我这些门类我都是赚的，还有一些什么币，虽然我没有赚很多倍，但是我也都赚了一些。其实那些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也不是天天去管，不好意思，我也不是天天去关心的，我就是空下来啊，我就去，有时候会看一看啊。就像那个说一个那个A 股吧，对吧？就这个 A 股，它到了啊这个10月份的时候，它是涨上去的。然后呢，之前我其实也就一直在看，啊，我并没有觉得它到了一个什么非买不可的时机，对吧？但是我偶然看了几次，我发现它总是在啊这个地方，对吧？那当然就是有一些投资的一些技术在里面了，就分析在里面了，是吧？那最后我选择了去投资，这个我就是赚的。然后呢，就像我2024年12月我有一个视频，就那一天我就精准的我就给它最后卖掉，啊，后面第二天就全部开始往下跌，啊，那一直到现在，其实现在应该来说刚刚还是在一个在一个怎么说整理，是吧？它在不停的在那个震荡啊，但是方向怎么样还不知道啊。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天然气，我记得这个彭博天然气啊，我以前视频录了，我也说过的，我说最近这个天然气啊跌得非常的厉害啊，所以我说我要去投资这个天然气呢，它也是从这个当时是多少钱？它现在呢涨到了70块啊，它最低跌到了10块还是8块，反正啊，那我就是在那个8、9块的那个时候啊，我说它这个要向上了。现在它一下子等于是从那个最低的位置，它现在已经涨了接近1倍啊，因为它就昨天下跌了一点，它前天是到达了80块的，是美元哦。那我认为它在这个时间还会在未来还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我觉得呢，第一就是说你要有储蓄啊，有储蓄你可以找到很多机会。第二呢，所有这些投资啊，你不管是你做股票也好，还是你做这个黄金也好，还是你做什么，什么天然气啊，什么还是房产，反正我觉得投资所有投资种类啊都是一样的，就你必须要有周期，这个周期短的话可能是几星期、几个月，长的话可能是几年，对吧？这个看你是买什么东西的。就像西班牙这个房产，它这个房产，它之前也连续跌了好几年啊，但是这2年就迅速的向上涨，对吧？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别人不买的时候啊，你要去买；别人买的时候呢，你就别买了，对吧？这就像巴菲特说的，什么别人恐惧我贪婪，别人贪婪我恐惧。当然说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其实我觉得，我深刻领悟这句话呢，还是因为巴菲特他有大量的资金啊，如果他只是很少的资金，那他没有办法去做到周期性的，对吧？但是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大多数的散户之所以投资亏损呢，我觉得就是太着急了。就大部分的人的想法都是啊，最好我今天有100块，明天我就变成10万，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去买彩票，是吧？你中奖了，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就算你是买彩票，你中奖了，
啊，你获得了这个100万，你没有办法守住这个钱，这个钱不会再为你生更多的钱，你只会莫名其妙的失去这笔钱，因为这不是靠你一点点赚来的，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这个就是这个逻辑啊，就是为什么我以前过去亏钱，我以前经常啊，我真的就是比如说我50万买了一个什么股票，然后这个股票啊突然就给你从什么30块啪给你跌到1、2块，那你怎么办？你卖掉吗？你不卖吗？对吧？就到了后面你可能都卖掉了，你就想，哎呀算了，就不卖掉，你都1毛钱也没有了，对吧？你就会有这种想法的。就我过去真的会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投资的这个钱，它不是你就是从投资里面赚来的啊，它是你就是别的地方赚来的，对吧？所以你守不住啊，并且呢，那个时候你就想赚快钱。这个道理就跟什么？就跟很多人去赌博啊，去什么澳门赌场、什么拉斯维加斯赌场啊，他觉得我在别的领域里面都很成功，对吧？我有很多钱，我赌博这个东西我还一定会输吗？我肯定能赚。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赚到钱了，那么有可能你未来你就可以真的赚很多钱，对吧？所以啊，我觉得就是第二个就是讲投资讲周期，就不管你是投资100块还是500块还是1000块还是1万块还是10万块，你必须要注重周期。你100块能够增长10%，赚10块钱，你也是赚了10%，对吧？这个周期你就是盈利的。你不要去考虑啊，好像100块离1万块距离好远，这个都是通过你慢慢一点点积累的。如果你有这个一点点积累的这个心态啊，你就会变好啊。那再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就是当我就是出国啊，在海外了以后呢，就移民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什么，就是首先我会觉得确实赚钱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吧？啊，就是你在我在中国的时候啊，可能就我身边反正围绕的那些人也好，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平台给你的信息也好，好像每个人都赚了很多钱啊，很多人都好像年入，你要不是说嘛，什么小红书、知乎啊，都是年入几百万的，对吧？就年入几十万都不好意思上去。然后呢，个个好像啊都是很有钱，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误导吧，这种心态啊，给你的感觉好像就是你就没钱，你就会有点着急啊。就是我觉得在这边吧，就是我就感觉到啊，首先赚钱是很难的。第二点呢，就是心就慢慢静下来了，你就不会考虑说啊，考虑10倍、20倍的事情，对吧？你可能考虑的就是啊10%、20%，甚至几%，但是呢，你一步一步啊去稳定的，对吧？当然了，我觉得最后一点吧，啊，我觉得就是还有就是自己思考的能力。所以我说我这个视频，我不是说推荐你去投资或者是理财。啊，我认为不管是任何人，什么花旗银行，什么那些摩根大通的，他给你出来什么投资建议什么，任何啊就能够公开出来的投资建议都是陷阱，对吧？就像他说啊，今年黄金如果要到多少钱，那不到他负责吗？他只是预测，对不对？但是他可能就啊，这种市场上这种乱七八糟的预测、乱七八糟的新闻就很多啊。第三点我说的，你就是一定要独立思考啊，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时候啊，你一定要独立思考，自己去决定自己的筹码，决定自己的投资的方向，不要去跟任何人的啊。就是我只是说啊，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去买什么、怎么做，对吧？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卖。啊，这个都是根据你自己的思考，千万不要去听任何人的，对吧？就像那个中国那个 A 股啊，之前很多那个新闻就说了啊，出什么利好了，出什么政策了，国家队要来救市了，要来入场了啊！很多人在2024年的，比如说年初还是前一点时间，就拼命的买进去了，对吧？
结果到时候一下子亏钱了，亏钱了就开始乱骂，这个乱骂已经没有用了，对不对？但是到最后24年10月份它也涨了，然后涨了你有没有卖？涨的时候它又跟着大部队了，对吧？又开始说这个拼命要涨。我在12月那个时候，我就12月10几号我说要跌了，我发那个视频我去卖掉，还有人要骂我还说什么只是跌下来一点点，涨了那么多了，还是会继续会涨的，对吧？后来就跌下来这么多，是吧？好吧，所以我说第3点就独立思考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个理财投资方面的。所以我只说3点一个就是储蓄你一定要有储蓄。第2点就是你要有投资是有周期性的，千万不要把投资放到那个就很小的一段时间里面，那就是赌博，是吧？第3点就是你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定要独立思考做到。如果做不到独立思考，不要去投资就是说，如果你手里拿着钱，今天看看这个，听听那个的我觉得就不要做，那就还是回复到第1点储蓄。等你储蓄到你觉得你完全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你才去做这个东西，好吧？总之这几年我的收益还是可以的就基本上能够覆盖我的生活的一些成本吧，好吧？那我就先说这么一点谢谢。